伊朗政权溃败倒计时，7000目标被轰，伊朗里海舰队覆灭，12国联手出击，情报高官被斩，伊朗防线彻底崩塌，美军精锐战机齐聚欧洲与中东。大家好，周四，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作战行动已经进入第20天。当天，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公开透露，美国已经开始冻结伊朗高官的银行账户，而且令人震惊的是，伊朗核心部门已经出现官员叛逃的情况。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直言，伊朗政权正在崩溃，人民开始反抗他们。他还补充说，我们看到伊朗财政部有人叛逃，我们现在知道伊朗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在哪里，这些账户正在被冻结。我们会继续关注，看看谁会主动投诚。他说，这种叛逃现象已经不止财政部了，整个伊朗政权内部都有人叛逃，事情最终会以这种方式收场。所谓忠于伊朗体制的想法简直荒谬。而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叛逃现象不只是文职官员，很多伊朗军方人员也投诚了。川普在白宫接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时提到，我们看到各级官员都在投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政权的现状，这个政权很可能会自行崩溃。贝森特透露，美国正在追查流出的资金，财政部已经看到他们把钱汇到国外，我们正在追回这些钱，要把钱还给伊朗人民。贝森特还表示，正是川普总统自去年3月推行的极限施压政策，针对伊朗及其石油出口客户和影子船队，才让伊朗经济在去年12月陷入困境。当时，伊朗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倒闭，中央银行不得不介入救助，印钞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民众因此走上街头。这才是这个政权真正的转折点。美国正在下一盘刀法精准的能源棋局。贝森特直言，华盛顿准备在短期内松一松手，阶段性放开对伊朗海上石油出口的限制，让原本被压制的原油集中涌入国际市场。理由听起来很正当，便宜油价，稳定市场。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那就太低估这场操作的锋利程度了。按照美方释放的信息，这一轮放水规模大约在 1.4 亿桶，时间窗口锁定在10到14天。换句话说，这不是慢慢放，而是短促猛打。这种节奏本质上就是一次人为制造的供给冲击，油一多，价就压，价一压，靠石油吃饭的国家日子立刻紧起来。而问题恰恰在于，这批油正是伊朗赖以生存的命脉资源。更微妙的是，这些原油原本主要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现在美国等于是把伊朗的收入来源转化成打压油价的工具变量。这已经不是制裁，这是借刀削肉。真正让人背后一凉的是贝森特对哈尔克岛的那句轻描淡写，我们拭目以待。这座岛承担着伊朗超过 90% 的石油出口，是整个国家的能源咽喉。如果说油价只是慢性放血，那哈尔克岛就是那根随时可以掐住的动脉。这才是这场博弈最狠的地方，不一定要打你，但要让你一直活在可能被打的阴影里。从更大的框架来看，这是一场典型的能源武器化操作。美国一边通过调节制裁阀门，在国内压住通胀和油价，一边在国际上用价格杠杆牵制对手。它不需要长期封锁，只需要在关键时点放一下，就能让市场剧烈波动，让对手难以规划未来。而伊朗的问题在于，它的经济结构过于依赖石油出口。一旦价格被人为压低，收入立刻缩水；一旦出口通道被盯上，风险瞬间放大。在这样一场不对称博弈中，它几乎没有太多回旋空间。更关键的是，这种操作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油价波动不仅影响产油国，也会传导至全球通胀、航运成本乃至金融市场情绪。短短10几天的放量窗口，可能引发的是更长周期的市场震荡。所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种带着金融属性的地缘打击。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有3点：第一，伊朗是否会采取反制，比如收紧出口或在地区层面制造压力；第二，主要买家，尤其亚洲市场的买家是否会趁低价大举囤油；第三，油价在这轮人为压制之后是快速反弹，还是进入新的震荡区间。
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出手，但已经把棋子摆在了伊朗的喉咙边上。接下来是收网还是继续施压，就看这盘局谁先沉不住气了。周四，3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际媒体发布会上甩下重磅消息，以军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部署在里海的全部舰队。这可不是一次小规模突袭，而是对伊朗北方海上力量的毁灭性打击，瞬间搅动整个中东的地缘格局。据以军通报，这次打击锁定里海沿岸的重要港口班达尔安扎利，这里正是伊朗里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空袭覆盖了水面舰艇、指挥中枢和造船设施等核心目标，摧毁了1艘护卫舰、4艘导弹快艇，以及多艘巡逻艇和辅助船只，港口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以军强调，这次行动精准清除了伊朗北方海上作战能力，消除了其对以军空中行动的潜在威胁。里海舰队向来是伊朗北方海防的核心力量，承担海域防御、物资运输和沿岸安保等任务，也是伊朗连接外部通道的重要战略枢纽。此次被连根拔起，等于切断了伊朗北方一条重要的战略线。内塔尼亚胡直言，摧毁里海舰队是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的关键战果，美方同步配合打击，双方正协同推进后续军事计划。他还表示，伊朗的核与导弹能力已遭重创，而军事行动仍将持续推进。目前，伊朗官方尚未详细回应，仅国内媒体也会提到港口遇袭事件。亲伊朗舆论愤怒谴责以方侵略，并誓言强硬报复。国际主流媒体仍在核实战场细节，俄罗斯、土耳其等地区国家紧急观望局势发展。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表示，今天是行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天。美军与以军的精准打击已经让伊朗水面舰队几乎不再构成威胁，而伊朗军方高层职位更被形容为现在全世界最没人想干的工作。在五角大楼的新闻会上，海格塞斯透露，美军已对伊朗境内约7000个目标进行了打击，击沉超过40艘布雷船。他指出，伊朗发射导弹和单向无人机的能力都下降了约90%。此外，美军已打击了120多艘伊朗海军舰艇，包括全部11艘潜艇。据美联社报道，这些潜艇主要是微型潜艇，专门在波斯湾潜水区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能够规避声呐探测，同时布雷或发射鱼雷，威胁美国和盟军的通航安全。海格塞斯强调，虽然伊朗制造新型弹道导弹的能力遭受重创，但仍保有一定打击能力，因此美军将继续主动打击剩余导弹设施。他还表示，美军和以军的定点清除行动让伊朗高层非常害怕，如今高级军事职位几乎变成了临时工作。海格塞斯重申，美国的目标始终如一，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确保其永远无法发展核武器。他强调，行动按计划推进，但具体结束时间由川普总统决定。同时他指出，这次史诗之怒行动不同于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行动精准、果断，目标明确。海格塞斯在最新简报中还指出，美军已取得伊朗大部分领空控制权。五角大楼数据显示，美军已执行超过8000架次飞行任务，打击了伊朗境内7800多个目标，重创其弹道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在新闻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补充说，美军正在持续向伊朗境内更深处发动攻击，并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进行空袭，以保障美国在当地的利益。目前暂时还看不到战争结束的迹象，而夹在这场冲突火线中的波斯湾国家终于发生了。就在3月19日，由12个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联合发布声明，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攻击，并要求德黑兰遵守国际法。声明中明确指出，伊朗此前对波斯湾国家发动的袭击，不仅针对能源设施，还波及民用住宅、海水淡化厂、机场以及外交机构，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
土耳其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费萨尔·宾·法尔汉亲王、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在与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后发出强硬警告。他指出，伊朗在多位外交官会议期间对利雅得发动攻击，这绝非巧合，而是刻意施压。费萨尔亲王强调，伊朗不愿与邻国对话，而是试图施压，但这不会奏效。沙特阿拉伯不会屈服，我们将保护国家和经济资源。他进一步表示，沙特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一旦时机成熟，王国领导层将做出必要决定。伊朗军方在传出震撼事件，巴斯基民兵组织情报局长伊斯梅尔·艾哈迈迪将军被武装分子精准斩首，当场殒命。这位手握核心情报大权的高层大佬倒下，瞬间在伊朗乃至整个中东安全格局里砸出一个大窟窿。别以为这只是少了一个指挥官，艾哈迈迪主管的是巴斯基的眼睛和耳朵，情报搜集、境内布防、人员管控全在他掌控。他的倒下意味着伊朗情报网络被撕开一道大口子，接下来的布防漏洞、人员动向都可能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更讽刺的是，巴斯基历来以严密安保著称，而艾哈迈迪本人安全配置顶级，但偏偏他被精准斩首，说明袭击者早已摸清了他的行踪，轻松突破了所谓的铜墙铁壁。要知道，2025年的伊朗总统办公室，佩泽什基扬刚上台，身边站满了革命卫队的核心大佬，总司令、圣城旅干将、国防要员，一屋子都是能决定伊朗命运的狠角色。然而2026年只剩下总统和圣城旅司令卡尼两个人，铁打的营盘在精准斩首面前不过是一茬接一茬的韭菜。另外，近期伊朗局势乱象频发，先是大不里士一处巴斯基民兵检查站遭袭，13名民兵丧命。这支长期承担城市安保、街头管控、关键点位值守的基层力量，在自己的核心控制区内被精准打击，也暴露出伊朗内部安全的严重隐患。巴斯基民兵深度嵌入社会基层，是维持政权稳定的毛细血管。平日里遍布城乡，存在感极强，可偏偏在关键检查站被直接突袭，而且伤亡惨重。这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精准打击。更令人警惕的是，袭击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内部，而非偏远边境。这说明袭击者不仅熟悉当地环境，更摸清了检查站布防、人员配置和巡逻规律。伊朗引以为傲的基层防控网络，在现实冲击下显得脆弱不堪。另外，3月19日，伊朗皮兰沙赫尔也发生了一件让外界大跌眼镜的事。自称伊朗民族解放军的抵抗组织分支，竟然公然武装突袭了伊朗革命卫队总部，而且最惊人的是，全员毫发无损，安全撤回基地。消息一出，最让人啧舌的不是袭击本身，而是守卫一方的拉胯表现，简直赤裸裸地打了革命卫队的脸。作为伊朗核心安保力量，革命卫队向来声势惊人，对外姿态强硬，管控严密，可面对这支算不上顶尖精锐、装备也不豪华的武装组织，不仅没守住总部，连事后拦截、追击都成空谈。对方打完就走，全身而退，守军完全无力应对。更讽刺的是，这支守军平日里在民间管控时雷厉风行，态度强硬，几乎不对普通民众手软。但一旦遇上真正的武装对抗，却暴露软肋，阻击能力形同虚设，情报预警毫无作用，基本防御完全失效。外媒日前更爆出震撼消息，美以联军持续猛烈打击，直接摧毁伊朗多处导弹和地下发射基地，大批伊朗空军与太空部队官兵被困隧道，最终因缺氧窒息死亡。战争的残酷无情地暴露在世人眼前。现场工作人员透露，遇难者遗体被乘卡车运回，场面触目惊心。美以打击精准狠辣，直接摧毁了地下工事的出入口与通风系统，密闭空间瞬间变成死亡牢笼，官兵无路可逃，无气可吸，只能在黑暗中等死。伊朗耗巨资修建的地下基地，本是战略底牌，却在精准打击下成了密封棺材。外界总以为伊朗强硬，但精准打击面前，所谓坚固工事不过是一戳就破的纸墙。通风管被炸，
出口被封，救援无望，再坚定的意志也抵不过生理上的窒息。镜头拉向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美以联军的精准轰炸了塔赫鲁伊码头的革命卫队基地，但现场的一幕却让伊朗当局颜面尽失。一名男子举着手机兴奋拍摄，甚至笑着喊出新年快乐。很多人不清楚，他说的新年是伊朗的诺鲁兹节，相当于波斯春节。按理这一天本该祈福平安，可百姓却在军事基地被炸中欢呼，荒诞背后是最刺骨的现实。这些年，伊朗将大量资源投向境外军事扩张和代理人战争，国内民生却一塌糊涂，物价飞涨，经济困顿，生活压力巨大，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当局对外强硬，却对民生视而不见。民心这东西最实在也最脆弱，你护着民生，民众就护着你；你只顾面子工程和对外较劲，百姓自然不会陪你演戏。美以的导弹摧毁的是硬件设施，可民众的欢呼摧毁的却是所谓团结一心的假象。近日，全球军事目光再度聚焦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周四，两架美国空军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从这里起飞，执行针对伊朗的深层打击任务。据 BBC 武器分析师确认，这两架 B-52轰炸机挂载了 AGM-158 JAS-JAS-2 远程空对地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射程约500英里，配备1000磅爆破碎片弹头，利用 GPS 与惯性导航系统，打击精度可达到数米内。军事专家分析，这意味着轰炸机可以在伊朗防空圈外围发射导弹，精确打击内陆高价值目标，而无需冒险进入防空火网核心区域。随着史诗之怒行动进入关键阶段，费尔福德基地的战略地位大幅提升。自3月初伊朗无人机袭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后，英国政府全面开放，美军得以从费尔福德基地以及迪戈加西亚发起打击。据《空军与太空力量》杂志报道，基地目前驻扎约12架 B-1B 兰斯轰炸机，占美国空军可作战 B-1B 机群的一半以上。周四上午8点，一架 B-1B 刚刚从基地出发，挂载专门打击地下掩体的 GBU-31 JDAM 钻地弹。回顾3月9日，首批3架来自北达科他州米诺特空军基地的 B-52H 战略轰炸机抵达费尔福德。虽然部分机体服役超过65年，但经过玻璃座舱数字化升级后，依然是美军执行大规模打击任务的中坚力量。美军近期还确认，为增强中东地区的作战部署，增派了 A-10雷霆2式攻击机进驻约旦等地，应对区域威胁。A-10因其独特的近距空中支援能力和对地打击优势，被昵称为油猪。自1976年服役以来，一边执行实战任务，一边逐步退役。虽然 A-10在面对拥有先进防空系统的对手时生存率有限，但在中东敌方防空能力相对薄弱的环境中，它仍是高效、低成本的战术利器。美国国会多次投票反对其全面退役，原因在于目前尚无任何机型能完全替代10在近距空中支援任务中的独特作用。在最新部署中， A-10的任务已超越传统地面支援，甚至可打击伊朗制造的 Shahed 自杀式无人机。隶属美军第422侧平中队的 A-10攻击机机腹下方已安装 Link 16数据链天线，提升了态势感知与协同能力。另外，近日希腊中部城市拉里萨上空出现一架神秘飞翼式飞机，引发国际军事观察界高度关注。据当地媒体 OnlineSupGR 报道，该机疑似美国高度机密的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 RQ-180 或其改良型号。目击者称，这架深色飞翼式飞机降落在拉里萨国家机场兼拉里萨空军基地，并曾在拉里萨第110战斗机联队附近空域出现。该机外形与常规军机明显不同，最初甚至被误认为是 B-2 隐形轰炸机，但后续分析显示，它并不具备 B-2 特有的锯齿状后缘设计。军方专家指出，这架飞机的整体轮廓更接近美国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及长期传闻中的 RQ-180 无人机。RQ-180 普遍被认为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
并可能在 B-21计划中承担技术验证与风险控制任务。此外，该机与以色列传闻中的 RA-01 无人机有部分相似，但在尺寸和设计上存在明显差异。据推测，这架飞机体型略小于 B-21约 25%， 主要执行超长航时高空战略侦察任务。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